大家好，比特币暴跌，加密货币市场遇黑天鹅。我手上好几笔多单，包括狗狗币，昨天大跌，全部洗没有掉。或者是等下来聊一聊历史上518、312跟这一次1011，一般大暴跌，杠杆清算完，估计后面基本上都是大涨为主。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那昨天大跌，全网爆仓数据24小时是创出历史之最哦，单日爆仓了192亿美金，这可是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见过的。或者是那这个位置爆仓数据量这么大的情况下，以前有跟大家讲过。现在是单日爆仓20亿美金，感觉都小儿科了。现在是都快来到200亿美金，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比特币已经在止跌了？或者是大户有一只神秘的巨鲸？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组数据，也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有看到，特朗普又要开始关税贸易战，然后全网也是有在传。链上有2个地址非常出名啊，就是在没有消息出来之前的时候，是开空了接近11亿美金的比特币跟以太坊，或者是比特币目前止跌了没有？后续我们要去跟踪一下，也就是这一个钱包的地址，有很多人是在怀疑它有可能是特朗普的空头仓位，也就是目前的持仓市值它是接近100万、1000万，接近1亿美金啊，或者是这一个比特币，它目前还有接近700多万的利润，目前还没有平仓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有另外一个地址，也就是12小时不到，反正做空就赚了接近7亿美金，这个地址它已经是平仓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昨天晚上没有暴跌之前，也就是11点多的时候这一则消息，但是最终后面是特朗普把中国的关税现在好像是已经提高到100%，那这个位置止跌了没有？确实是很难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几次，比如说2025年初的时候，当时也是同样关税贸易战，比特币跌到这一个趋势线上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包括2024年7月份的时候，当时比特币在这一个接近7万美金高点的时候，特朗普是参加比特币大会，但是后面可以看一下，后面跌到这一个低点的位置，也是一个黑天鹅事件，就是美国那边的经济数据，或者是萨姆衰退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其实现在比特币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它目前还是上升的一个趋势，短期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，我的观点是历史上也是不下有多少次黑天鹅的，比如说 15K 做多，也是那一个 FTX 交易所黑天鹅，或者是这个位置硅谷银行倒闭，以及这个位置华尔街报道那个 Space 叉卖比特币，然后包括这几个位置全部都是黑天鹅连起来的一条上升趋势线。我的观点是应该牛市是没有结束啊，因为你去认真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有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接近200天左右的盘整区间，观点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陷阱，因为盘中价格都已经回到这个区间，那不然尽量观察一下还是这一个低点的支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链上鲸鱼的数据不聊了，那短线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特币的日线其实是有背离哦，就是这个低点比这个低点低，然后 KD 指标目前是在背离。那历史上像这种非常大的恐慌事件，我们可以跟踪一下，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涨到这个位置，2020年也是同样那个就是那个疫情嘛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时比特币跌到这个低点的时候，跟现在是有一点不同啊，因为这一次比特币价格其实没有怎么跌，但是当时的这个位置估计就是机构可能在扫散户的筹码，然后制造的这种恐慌事件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当时的这个位置，它的 KD 指标是来到20下方，一般来到20下方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转折点，比如说前面几个低点位置，这几个低点位置来到20下方，它一般都会有一些短线的转折，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
当时519，也就是比特币在2021年6万左右的顶部，跌到这一个29000美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是非常的恐慌啊。这一个 KD 指标它是在20左右，往往有可能都会有一些短线的转折。所以我们跟踪了历史上几个非常重要的黑天鹅的低点，那目前的位置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KD 指标，它没有在20下方，或者是我们静观其变嘛，我也不确定，最好是这个位置撑住，因为还有一大堆很早之前做多的利润，只是短期这个位置看比特币，反正尽量观察吧，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盘整一段时间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。